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伊恩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Notebook LM 的投影片的功能。不过我不是要介绍怎么用，而是要跟你说，同样用 Notebook LM 做出来的投影片，为什么有些人做出来很好看，有些人就做得很普通呢？差别就在这里。你看，同样的内容，左边是预设设定做出来的，右边是我调整设定之后做出来的，差距很明显，对不对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就要带你从头看懂这些设定，让你做出来的投影片直接跳到右边这个等级。好，我们先从引人注目的地方开始，就是视觉主题。简单来说，视觉主题就是你投影片的整体风格，它不是只换一个颜色而已，连排版方式、背景装饰、物件形状都会跟着改变。我直接让你看，比解释快多了。好，10个主题你大概都看过了。如果你不知道要选哪一个，我就直接给你建议。教学类的内容就选便当网格，技术说明类的就选蓝图风格，给客户或主管看就选专业商务，3个选一个就对了。等等会教大家怎么使用 YAML 来设定投影片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如果你觉得目前的介绍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请先帮我点赞支持一下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记得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 AI 工具的实用的内容。不让你错过任何的更新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进入设定压模的环节。这个工具是用来帮你快速产生 Notebook LM 投影片引擎的压模设定档。
不需要手动写程式码，选一选就可以复制使用。左边是设定区，右边是即时产生出 YAML 的输出。每次你改动左边的选项，右边的 YAML 就会自动更新。设定区分成4个区块，分别是全域设定、视觉风格、版面规则、投影片结构。预设只会显示我觉得最常用的选项。如果你需要进阶设定，点下面显示更多选项就会展开。设定完成之后，按右上角的复制按钮，就能把 YAML 复制起来贴到 Notebook LM 里面使用。语言设定是整份 YAML 最重要的基础，它不只是决定 AI 用什么语言写的内容，更重要是它会告诉渲染引擎要用哪一套字库路径。预设是繁体中文台湾，如果你选错语言，即使其他设定都对，中文字体也可能异常显示。刚刚有看到10种不同的视觉主题，它决定了整份简报的外观灵魂。它不只换颜色，还会影响物件的形状、背景装饰以及 AI 排列资讯时的视觉逻辑。其他设定的部分预设是收起来的，一般使用者不需要特别去调预设值就可以产出不错的结果。如果你有进阶的需求，点显示更多选项，展开后每个设定都有说明可以参考。这些设定的完整介绍会在影片最后的投影片详细的说明。那如何让投影片更符合你的需求呢？我们把焦点移到 Notebook LM 的工作页面，点击简报按钮旁边那个箭头图示，展开之后，你会看到几个设定选项，包括格式、选择语言、长度，还有最关键的说明要建立的简报栏位。这个栏位里面已经有预设的提示范例可以参考。不过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，除了填入你自己的提示词描述之外，还可以把我们刚才在 YAML 产生器里设定好的参数直接贴进来一起使用，让 AI 精准地按照你想要的风格和结构来产出投影片。当完成要说明的内容之后，就可以按下生成的按钮，马上就可以在工作室下方列表中出现正在制作投影片的讯息。我们等待投影片完成。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完成了，按下完成投影片的按钮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投影片的内容。投影片的内容是照着我们说明内容产生的结果，不过在中文的显示上还是会有乱码。虽然可以单页进行修改，不过产出的 PPTX 或者是 PDF 都是图片，无法修改。现在线上的服务可以完美使用 OCR 的功能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像是 PDNob 服务就可以完成修改的问题。相信看到这边，大家对于如何设定 Notebook LM 的投影片参数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。希望这些设定能够帮助你做出属于
自己风格的投影片，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设定样式。如果你在实作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，或是对哪个功能有疑问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为你解答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别忘记帮我点个赞，并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下次有新影片时，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荧幕旁边也有我为你精选的其他教学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点进去收看，别忘了在影片最后面有压模详细说明。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